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第二个课题，法律议题的辩论。若欣同学、张志远同学，你们将会是两组的组长。点兵点将，志远他应该是很有辩论经验的。若欣是那种很稳。就等组长发配我们。对对。罗一涵同学，紫薇，欢迎，加油！可儿，砥砺前行，砥砺前行。志远已经有一点挥斥方遒的感觉。立法它不仅是一个规范性作用，它还有一个倡导性作用，我觉得没问题，很好，很好。第一个要反驳的就是立这个法真的是必要的吗？因为你立法它就会存在固化性，肯定要给出一个大概的条款嘛。有啊，厉害，发光了！我突然对这个辩论信心还满满。我们直接 win 了，上了！好有自信哦！觉得自己帅炸了，就开始，宝贝儿。天哪，我真的好担心潘丽这个点。这不会有问题，我听到他们的论点，我的问题就来了。辩论机器，只有遗憾，冷静。谁咳嗽是不是？生病了！我的天呀，这明天他是4辩，他是总结陈词的那个，真的很可能会受影响。老爸，有信心吗？还行吧。多么希望坚定的说。没到，我们是最早的。我们先把那个2个 case 看了，然后把1辩的看了。Hello， 早，你这么早吗？努力孩子。你们组昨天是不是搞到很晚呀？对啊，我们大半夜才睡。那你们也太卷了。没办法，上难度了，谁敢不卷？感觉这种时候心态还蛮重要的。你说的对，但是我的心态还是一片慌乱。那你不如来一片一答，嚼一嚼，找找自在。你说的没错哎，感觉心态变美丽了，思路也都打开了。你们看第一天穿西装，他变帅了啊！你们去会议室。没问题。你要喝咖啡吗？那我坐吧，非常需要。等会儿我是觉得说，我们就各自查资料，帮忙弄4辩吧。因为今天维尼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嘛，我觉得我们得帮他多写一点。我们专门等会儿在原文档最后弄一个4辩的区域。还是要先把4辩的价值的点先写了。可以。等几位来了，把1辩的过一下。Hello。辛苦了，我看了你写的，我感觉还挺有力量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真的谢谢。他有点生病，然后他怎么了？他昨天晚上好像肠胃炎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把1辩弄完之后，我们先把4辩的那个价值看一下。我们2个来帮忙弄4辩吧，然后。就我觉得紫薇，你就还是继续干你的1辩稿，因为我们最后的4辩也是基于你的1辩稿来最后。对，我在写一些结辩，因为我担心他今天过来不了。我是想说，如果他可以，那他说我们写的内容；如果他不行，他可能就帮我们记一下别人说了什么，我们就自己把4辩打了。
你真的好多感叹号。感叹号，我也感叹号。法律不是用来泄愤的，感觉。你加上感叹号，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先去整理一下整个就是我自己要列的几个点，然后把那个下面那个就是你前面 incorporate 进来这个，我把它 consolidate 进去，然后我等会儿再进来。那我先去练脚。好人法在香港并不具备其立法必要性，这是因为。Hello， 你早上都做了啥呀？把你的意面稿改完，然后我现在在顺我的结辩稿。哦，帮郑宇改稿。好的，对，然后那个意辩稿里我们就自己再顺一下，有问题我们俩再沟通。好，我去找个会议室测下我的意辩稿时长吧。你要不再读响一点，把你的稿子。我读的确实还挺核心一个关键词，啥也没听到，你都没读出来。他那个意见稿你有？我正在。我现在觉得这个太散了。就是你改的是怎么改的？还是你有加标注或者说？没事，我那个啥吧，我先复制一份 Word 文档，好呀，好吧，好。那你要不先改，我是在搜那个香港那个，我回头有什么你再一起添加一下。好。各位律师，对方辩友，我方的立场是应当在香港进行好人法的立法。我方在参考民法典第184条及司法实务案例的基础上，认为好人法的定义是因自愿。我以为他的声音太大了。该规定可预防在极端情况下，救助人有意图利用受助人的脆弱状态进行加害的可能性。声音可以先小一些，就声音可以先小一些。他能听到吗？对，听到。没有那么隔音。哦，好的，好。各位大律师，对方辩友，下午好。我方的立场是应当在香港进行好人法的立法。我方在参考民法典第184条。他怎么这么有戏认为好人法越来越大，这宽限应当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具体而言，我将通过个人层面、法律层面以及社会层面3个维度来分析好人法的香港立法的必要性。在个人层面，好人法的颁布可以有效避免救助者。它太响了。这也太像了，而且一下子是把它整个的架构全部都披露出来。好人法的保护仅仅因为救助的行为还不够完美，就苛责主动挺身而出拯救他人生命的。从道德上不想听见，但是从本能上想要去窥探一些。太好笑了！大声讨论，生怕你们听着。哦，真的吗？助人为乐，互帮互助。这在香港这边，让无数见义勇为之士得以侦破枷锁。各位，声音稍微少一点，因为他们全都听到了。哦，真的吗？对，全都听到了。反正我们那边听得挺响的。对，没事，还好，保密需要 ，OK 吗？啊，是的，我小声点。相信这部法律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将化作一双又一双温暖炽热的手。我以前看见网上卖一个东西，是一个杯子，搁在嘴这儿，就是自个儿说话的时候降低噪音的。我说谁会买这个东西？哦。我们去商量一下，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哦，好的。
我们去商量一下。OK。同学们跟我讲，徐婉婷同学，她因为可能压力啊，还是肠胃炎的缘故，现在是在医院里面。啊，这么严重啊？对，我们也有听说过。那这样的话，她应该今天出席这个辩论赛有一些困难。其实今天早上我跟他们组也有讨论过，他们当时已经在处理徐同学他负责的那些内容。早上好啊，各位同学。我听说徐同学是不是他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你们会也处理他的那些论点？我们现在在讨论4辩的稿子。有可能他们3位就可以帮他 cover 他的内容。3v4啊。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继续这个辩论呢？4个队员少了一个，其实蛮大影响。我觉得一定需要继续，因为规则就是规则，我们定的是今天做这个辩论的，就不可能因为他不能出席就延迟这个辩论。所以我们都同意继续这个辩论吧。对 ，OK。这个有的时候到了某一定程度，也是拼身体素质的时候。对。你高度密集工作的时候，你已经告诉自己你不能病，因为你病的后果就很严重，你可能会影响整个的审讯，因为你的原因缺席了，那整个案子都要延期。延期的时候，法庭又要再去看所有人的日期。对，那就看看徐同学可不可以参加。一会儿的辩论3v4啊。对啊，他没有结辩。我觉得我们的结辩就是还是太短了，稍微有点少。我去读一下，看这个有多长先。我现在担心的是，好像这边还蛮严峻的。如果到时候他真的没有来的话，那由谁来做4辩？你觉得比较合适？其实我在想，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我们4辩是不是可以分2个人，我们俩1人1半？在观感上会没有那么好，是吧？很没有那么有说服力，对。那我们就分工吧，我去打4辩。如果他们有 cue 到你的话，我就慢慢的把这个争点都转移到我身上。就辩论的过程中，尽量就是我把所有的点都带回去。好。道德激励是道德层面的鼓励，但法律在社会中更多的是以社会责任看待这个问题。民众该怎么去信任立法机构？另外，我方认为立法并不能够鼓励救助行为，本身冷漠的人并不会因为好人法的立法而去实行施救。其实普通法中关于救助者的侵权责任规定已经是对施救者的一种保护，因此我方仍坚决反对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走吧，我去模拟一下。我马上给他改完。好。哇，全改了！哎呦喂，全改了，有戏耶！走。天哪，感觉这时间真的太紧张了。来吧，我的1辩稿内容上面还有没有一涵有说到要改一些的？哎，我发群里，但是我感觉那个修改就是只是另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我们现在就确定这个思路的话，也可以。我操！哎呀，说的没有点怯了 ，no。可能更学术一点的那个论证逻辑是吧？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这个太散了。我们的1辩好人法是什么？我们得把这个点给立住。第2个就是为什么要在香港立法？一是香港，然后2是立法。为什么是立法不是判例？那第2个部分下面你就可以有。社会现状是什么样的？法律的现状，香港的现在的成文法或者判例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点来不及了。所以他收回去了。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整个论述的一个架构逻辑，要重新整理哈。对，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自己的新政，你要再让他用这个，他可能自己就说不出来了。是，而且对后面自由辩的框架会有影响。还是按原先的思路走哦。那就看一下，然后如果他们是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可以再调整。就是比如说自由辩的环节，或者最后他的结辩环节再调整也是，肯定也要看他们的立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对，是的。我们两个思路都准备着。但是因为我们是先说好嘛，就是他的议辩稿说完，其实就没有。对，我知道，就是我意思说，咱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思路，肯定要好一点嘛。万一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驳的话 ，OK， 他尽力了。那我先开始。各位大律师、对方辩友，下午好。我方的立场是应当支持香港好人法的立法。我方在参考民法典第184条的仍应承担民事疾病结合香港的刑法判例 R.V. Adomaco 之规定。终于我说2个，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必要讲英文的名字，其实。好。然后一点就是你在切论点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上扬的语气，就让大家注意到你切到下一个论点了。其一，在个人层面；其二，在法律层面；最后在社会层面。对，让大家注意到你在换话题了。对，我们是不是1.40要集合？你说我们还是所有人？我其实是比较担心当场总结的那个。我先读一遍，看能占多少时间，然后我们再想总结。婉婷，我来跟你说一下，没事，你现在好点了吗？你看起来非常的脆弱。我没有吃东西，我怕吐。但是可以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昨天其实主要讨论，我们就2个点，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弊端。然后你再去总结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给念上去就行了。如果来不及记，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跟紫薇说了，让他也帮我们记。好的。我觉得基本上你应该没有问题。好。给你一份，谢谢。乐心，太棒，定海神针。Hello， 不好意思，没事。还好吗？还好，就是不要吃东西就不会吐，暂时。你看了一下吗？怎么样？看还好，你有不懂的跟我们讲。好，没问题，谢谢。哇，你吃了点东西没有？没有，不能吃会吐。哦，谢谢。完全。他整张脸都有点白呀，苍白。我们的辩论准时2点开始。好。对。我群里发了一段可以上价值的，插在这里。对，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给提上去，然后再来提说是泄愤的。可以，没问题。我方认为进行好人法立法会破坏救助者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是真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善意，但是采取了明显不合理的措施去进行救助，那难道是他可能完全不会急救知识？我理解你是想把大家套一个故事，这个伤者，问题是他不会错伤，你故事他保护了一些伤痕，卧龙凤出，这一般是骂人的吧？我理解。买个历史来，历史是这个经我们大约10分钟左右吧，在2号会议室。好的，谢谢。走，我赶紧走。最怕在场上别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不出来。希望对面大家都很友好。对方辩友现在脑袋空空。我们说话都慢一些，都注意一下。
对。哇，好紧张啊！他最紧张，婉婷最紧张。空降。各位同学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OK。首先有一些提醒，就是一会儿发言的时候，请站起来发言。首先，我们想要跟你们确定的是，他的一个责任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是否会对立法机构彻底的丧失信心？这个行为下的免责的条件，做出更针对性。在每次发言完结前的10秒钟，你的助理他会举手提醒你们的。然后获胜的所有的队员都会得到10分的 KPI， 最佳的辩论手也会得到另外10分的 KPI， 明白吗？明白。那我正式宣布我们的第2个课题——法律议题辩论正式开始。先请正方的代表做5分钟的立论陈词。可以开始了。好，各位大律师，各位对方辩友，下午好。我方的立场是应当支持香港好人法的立法。我方在参考民法典第184条及司法实务案例的基础上，认为好人法的定义是指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我方也认为好人法对救助人的宽恕也应当是有所限度的。在事实和证据层面，若可以推导出救助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伤害行为，则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当今香港刑法层面，并没有专门的好人法来保护紧急情况下施救的普通市民，仅有1988年的民法判例说明，如救助行为是合理且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可能不承担责任。其一，在个人层面，好人法的颁布可以避免救助者承担遭受恶意讹诈的风险，进一步激励民众见义勇为，提高处于危急情形下受助人获救的概率。在海外，其实很多发达国家都已受益于好人法的颁布。美国在2018年颁布的用药过量好人法后，反馈数据表明，这些地区的用药过量致死率平均降低了7个百分点，这足以证明好人法对紧急情况下受害者死亡率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二，在法律层面，颁布好人法有助于减少法律纠纷，发挥法律的定分指证功能。颁布实行好人法后，民众将对助人一举免责的结果产生更加稳定的预期，许多案件不会再进入法院的审理范围，这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司法的成本，节省了司法的资源。即使案件进入了审理，法官在裁量时也会有固定的立法作为判断的依据，这样提高了司法的效率。最后，在社会层面，好人法的立法有助于倡导良善价值，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身处险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是值得被歌颂的人性光辉。我们看到人潮奔流的地铁枢纽随处可见“老人摔倒，我要帮；儿童遇险，我要帮”这样的公益宣传。提倡订立好人法是为了驱散压抑人性光辉的阴霾，是为了破除施救者内心中最后的一道障碍，让无数见义勇为的勇士们挣破枷锁。相信法律中没讲完呢，没讲完就不收。谢谢大家。枷锁就可以了，其实。对，是一个结束语。他那个其实差不多意思，对，都差不多，没有必要再叠了。而且反正才是一辩嘛，你这个价值最后再上也来得及。OK， 现在请反方的代表。
尊敬的大律师评审、主席、对方辩友，大家下午好。我方持反方观点，我方认为在香港好人法不应该被立法，开宗明义，概念先行。首先，我方认为今天我们所探讨辩题中的立法，应该指的是制定、通过和颁布成文法的过程，而不应该包含通过司法手段创建判例法的模式。另外，本次辩论应聚焦于当前的现状和问题，将讨论限定在目前可观察和验证的实施范围内，避免对未来做出不切实际的推测和假设。基于此，我方将从以下3点进行论证。第一，好人法在香港并不具备其立法必要性。这是因为香港目前的司法实践已经足以达到良好的法效果，无需变动立法，立法并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另外，我方认为立法并不能真正鼓励救助行为，本身冷漠的人也不会因为立法就积极的去实施救助。第二，我方认为为好人法立法弊大于利。首先，正确的救助往往只有一条，而医疗的禁忌却是千千万。对于欠缺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而言，在责任豁免的立法下所激发的贸然行动，高概率导致的是伤害，而非救助。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立法得到更多的将会是适得其反，增加了危难者遇到错误救助的风险，也使得他获得专业救治的概率降低。其次，好人法很可能成为侵权行为的挡箭牌。因为错误救助的责任豁免，对于那些想要故意伤害危难者的恶人或者仇家而言，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危难者进行侵害，因为他们可以冒充自己是救助不当来逃避事后的惩罚，而司法也难以去区分故意和不当救助的边界，这会模糊了对于侵权等法概念的司法认定标准，从而伤害司法裁决的公正与严谨性。这些点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啊。对，因为他讲的清晰。最后，诚如您方辩友语境之下所想要打造的是一个热心社会，但我们不能仅凭一腔热血，仅从道德层面考虑问题。任何制度都应该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之下，才能将社会效益最大化。我方认为，政府也可以出台相应的奖励政策，例如对积极救助成功的人予以社区表彰或者一定金钱上的奖励，从而使得有能力的人更有意愿去做好人好事。这样后端的奖励相比事前的立法去豁免责任，更像是一个筛选机制。对于投机分子以及没有能力救助的好人而言，他们会因为赔偿的存在而选择谨慎救助；对于有能力的人而言，他们能够规避赔偿，获得奖励，自然更有动力进行救助。两相比较之下，我方设想下的社会更是一个鼓励好人、降低伤害的乌托邦。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并不具备必要性，且弊大于利，因此我方仍坚决反对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谢谢大家。哇，此谓刮目相看呀！他还给出了其他的一些解决的替代方案，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听完更觉得没有立法必要性。OK， 那我们现在开始自由辩论的环节。我们先请正方的同学。OK， 好，我想问反方同学，我们知道医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心脏骤停的救急黄金时间是4分钟，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错过这个黄金救援时间，请问一个具有专业救助能力的人，如果救助不当会惹上官司，他犹豫了几十秒、1分钟、2分钟，造成这个被救助人生命的流逝，是不是一种可惜呢？正方辩友好。根据现在对于这个香港的一个心脏复苏教育的普及率而言，在香港其实近90%的学生都是没有受到过心脏复苏术的训练的。另外，根据香港医学专科院院士进行的全港研究表示，28.8%的病例是由旁观者去实行的这个心脏复苏术，但是在这28.8%的病例当中，实行的这个心脏复苏术的质量并不佳，也没有对提高患者的存活率有着显著的作用。另外，除此之外，有一些案件中，比如说交通事故，如果伤者出现一些脊髓的损伤，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脊髓的损伤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事实上，任何轻微的晃动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终身瘫痪。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论点并不成立。
另外，对于这些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影响他们进行心脏复苏的因素，其实并不是受到法律追责，这个仅在他们其他因素中占1/50的比例。他们更多的因素是缺乏心脏复苏术的能力和信心，以及对自己造成。谢谢。他已经回应完了，我感觉他现在在继续进攻了。其实我这里也有个数据，是香港心肺复苏委员会，他曾经访问1223名的参加过急救课程的学员，他们是具备专业救援能力的人，但是95%的学员都表示，他们希望好人法能够给他们一种救助保护。也就是说，您方刚才所说的动机仅到1/50的这个动机，是我方持怀疑态度的。其次，真的有救助能力的人，如果说就10%的概率，其实700万港人就有70万港人有这样的知识，对吗？其实我们如果把好人法交给他们，给他们一层法律保护，我觉得是能够大大提升这些在危困状态下的港人的救助成功率的，也就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民方辩友，首先你们是决定今天的辩题就直接确定在是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到底救不救助这个范围内吗？不是。好的，那如果今天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他要怎么判断他到底是心脏病还是噎到？那如果你是噎到，他以为是心脏病，你去给他做救助，他不就噎死了吗？如果有不懂的人先去救助了，然后有专业知识的人，他看到有人救助以后，他离开了，从而耽误了他受到救助的时间，您方怎么办呢？漂亮，刮目相看乘以2。我们所强调的这个好人法的立法，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在有了好人法的立法之后，他就拥有了这样的冲动和这样的鲁莽去行事。我们的好人法恰恰是鼓励理性的，因为你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边界，你会在要不要实施这个救助行为的情况下去思考，我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这个行为下的免责的条件，或者是减轻责任的条件。其实它是一个鼓励理性的，而不是一个鼓励鲁莽的。我想来回答一下对方辩友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认为您方是否把程度已经放在了合理性而非鲁莽行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就是对方一辩提到的，是因为内地的这个法情，它并不是一个普通法的法系，它没有判例法；而在香港，我们有替代措施，我们有判例法。从法律理性上的角度来看，你们设立的这个新的好人法，其实和香港现有的判例法已经是一个重合的状态呢。请问您方新设立的这个好人法和我们现有的判例法下的合理情形有何种区别？如果没有区别的话，是否它反而会混淆我们现有的这个判例法？这是昨晚罗老师提的。对啊，一直说要去强调说搞清楚的问题。关于您说的判例法的问题，大陆法、民法典它只是大陆法的一个部分，而且您刚才提到了香港法也好、普通法也好，它已经有一些案例的佐证，您认为可以来满足回应现实的这个需要，那您可以给我举一些例证或者是判例吗？因为之前有讲嘛，没有找到有利的案例，罗老师就直接攻击你这个点。对。那怎么办？那这个要怎么支撑啊？我觉得是可以先不用说一定要根据这个我们找到的具体案例来说，你可以根据这个 principles 来说。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案子就丢掉这个论点，就算是没有案子，我们也会用这个逻辑去打的。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他们找的是对方有利的案例。所以罗老师他肯定自己也找了，发现可能找不到，他故意问他，对，怎么办？判例，洛欣有准备，他要站起来了。在香港的体系中，对于这个侵权法中对于过失责任的规定，明确说了被告必须要违反对原告的注意义务。但是被告在救助中，只要他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去谨慎地履行了自己的救助义务，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那么在香港的普通法中，他就不会被认定为是违反了注意义务。此外，在刑事的案件中，基于无罪推定，控方想要证明被告实施的是一个伤害行为，而不是一个救助行为，那他必须要满足无合理疑点的一个证明要求。如果存在被告只是实施了施救而非故意伤害的可能，那么无法给被告定罪。在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已经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我们为什么不对大众对已有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个教育呢？而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去推广这个新的法律的教育呢？虽然没有判例，但是其他的一些法律适用其实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刚刚质疑您方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案例，只是给了一个侵权法中的一个 duty of care 的分析。那请问，如果说真的是像按照您方说的这样，已经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一位先生在好心救助别人，最后却被判监坐了3个月，甚至还要罚金的情况呢？志远，很棒，抓着一个点哦，这个嗅觉是对的，要盯下去，盯着问。因为反方不容易提出案例。找案例的话，应该是比较困难，因为立法以后情况更差的案件应该是没有的。反方来说是稍微比较困难一些。千万不要说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了，实在太过分。如你所愿。陈明老师也有敏锐的嗅觉啊！我真的我已经被伤害出了一种直觉了，卡在了最要命的地方。这我们要做决定啊！现在就要选择吗？对，我们现在每个人会在我们的这个小题板上把胜贴在2队的其中1队当中，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多数票来做出我们加油团的投票。来吧。陈明先生是最有经验的啊！我必须要为洛心投出这一票，大将风范哦，非常棒。但是截止到刚才的表现，洛心队也还有2个我心里疑惑困惑的2个变数。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汉良哥提出的结辩抱病归来，如果他这边磕磕巴巴，这边却是气贯长虹，会影响有结辩翻盘的可能性。第二个，这一轮问题他们怎么回答？对呀，洛心站起来挡了一波，但志远继续追问，亮明说你们没有判例支持，有判例支持我们，你怎么解释？这边陷入了一个短暂的沉默。志远刚刚那个其实是一个基于对方问题的一个临场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可能是他之前的积累，但作为整一个 team 而言，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发挥得很好，所以对他们后面的一些表现其实也会打一个问号。是，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女生她找到了一个非常稳的一个论述的一个逻辑，她的整个的逻辑一直都是在坚守自己的这一条线，内部的一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包括其实，在最后那一刻，万一如果4辩来不了，那我怎样？那前面在自由辩论的时候，谁多担当一些？所以我觉得整体他的一个配合也非常的出色。没错，对，而且正方一开始的时候气势非常足，很有自信。当其实有了第1回合，然后了解了反方的立论体系之后的话，其实蛮明显的，他们整个的一个气势开始弱了，有点懵了。因为其实，在辩论场上这一点还蛮忌讳的，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一个论点有着充分的信心，有信念感。所以我攻，你防，守住了，停在这边了，其实胜算在这边。因为他们准备的时候嘛，然后都讲是说3连问，推断对方他的这个3连问是接不住的，对，就没有想到对方接住了，还接住，还打回来了，对，而且接的还很好，用数据说话。还有哪几位会给曼姐留下印象比较深？我反正都是帮女生这边，因为我这不要辜负他们的努力，他们真的非常努力，还有想得很仔细，努力和实力并存。我投给女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当那个婉婷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陈可儿第一时间说我来弄4辩，其实当时已经是当天了，这个做的事情他也不是他那个自由辩论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很快的更改了。但是相比下，我们看他这一组，其实那一天我觉得志远已经发现罗老师说的是对的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来不及了，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有弱点的，但是他还有时间，但是他说来不及了，咱先按原来的吧。我觉得就是极限状态下体现的那种胜利的渴望的程度也不一样。我觉得女孩胜利的这个渴望程度更高。大家的感觉基本上都还比较一致啊。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2轮的推理猜测，现在是我们最终推理时间。我们会根据每个人当下的选择，少数服从多数，来完成我们加油团的推理。究竟是哪一队在课题2法律议题辩论中是获胜方呢？此时此刻，来3、2、1，请亮牌。我们今天没有少数哎。哇，我们太一致了，太一致了！现在我们大家是7比0投到洛心队。接下来请我们的曼姐，好不好？来，盖在对，盖他。女生，好 ，yes。
我们该对一次了，天哪！我也觉得，如果这回还没对的话，下一回咱就习惯了啊，然后咱就输习惯了。OK 了，在我们留下我们印章之后呢，这还有个小话题还蛮有趣的，就是仲瑜在练习的时候嗓门大。我也很怕，我很怕有些人在背台词，因为比如说您看的那个金枝欲孽。我们都当天飞稿的，当天才把台词给到你，当天才给的，所以我们一拿到就是躲着2个小时失踪了。但是有些人就一直在你旁边，然后他自己在说，但是很大声，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很专注嘛。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泼他冷水呢？没有，我走开了。太温柔了，棉姐。陈烨有吗？有过这种？我没有哎。大声就别人或者别人说话声特别大，觉得没必要。我习惯了，因为我每次录像的时候，大老师都坐我右边。等会儿，我说话有那么大声吗？所以你这边听力不好是吗？右耳现在已经近乎残疾。对，洛绿，你的左耳还好吗？我在习惯中，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们高校里、大学里面，就老师上课的时候会随身会带一个小蜜蜂，然后我们一个老教授，2级教授，非常厉害，文科里面最高等级。上课的时候年纪很大，很权威，大家就很严肃。这个时候电话响，然后说不好意思，这个教务处的，我接个电话啊，出去了，对，麦没关。身上带了一个麦没关，这个是电影剧情哎。然后就大声的用方言在跟老婆商量，就是晚上买什么菜回去的问题，什么排骨啊、鸡肉啊什么。然后这边里面全部大家开始爆笑，但是大家一进门，所有人就非常严肃，1秒钟。这个剧情我才演完，真的假的？你们能不能编剧是我们学校的？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吗？就是离开办公室就讲一个家里电话，昨天买什么菜回去，你不用了，我来煮，今天你不要动手，这样回去他说。那我们早点收工吧，一模一样，这很真实。你碰见过那种，就是那种公共场合说话声特别大的？哎呀，高铁上。我碰见过那种飞机上，就是快刚落地，就要往前走的时候，有人就在那儿一直摁着手机，喂，我现在马上就到了啊，你等会儿我。然后呢，关键是那个机门又没开，我又想站起来，他就在这儿，然后我的头一直在他这个位置，他一直顶着我，我又站不起来，我还得自个儿坐去，他就在这儿一直摁着你，我马上就到了，然后就是那种声音倍儿大。你碰见过什么？哎，我碰见过高铁上他吧唧嘴，然后一个男的在后面吧唧，然后声音贼粗，然后他接个电话，喂姐姐，就是他特别恐怖，秒切，就前面就特别豪放，一接电话就喊姐姐，而且是年纪很大的。哎，你知道那个高铁上有静音车厢，你去过吗？没有。静音车厢跟普通车厢的区别，你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当你出事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嘘，就是类似这样。这么多个车厢都有这个人吗？啊，没有，有的那高铁那声音说话声可大了，打呼噜那帮。我在哪儿就是静音车厢，因为我会站起来跟他们说你们小声。真的吗？真的。你？我也会，对不对？那我很佩服你这种人。站起来。你会怎么说？我是站起来，大哥，然后他戴着耳机没听到，我就这么转他，我说大哥，你的声音能不能小点声？他说我这很大吗？我说非常大，我说小点声，然后我坐回去了。如果大哥当时是那种那个打的呼噜声特大怎么办？你过去直接把他鼻孔杵住。你做好人听起来很容易受伤啊，朋友。你看这 Man 姐那多好啊，对不对 ？Man 姐怎么提醒别人？没有，我就是你声音可以小一点吗？我在睡觉，我在看。但是如果我遇到这些的话，我可能会去找乘务员。你不担心你碰到乘务员说，哎，那个先生哦，跟那个隔壁那个乘客说你很吵，来把那个名字报出来。那位先生希望你小声一点。为什么？或者你叫你隔旁边的人去提醒他，哎，大姐，你去跟他。对。然后大姐走了说，哎，刚那小伙子觉得你声太大了。哪个小伙子？钟汉良。还得过去报人名儿。我听完之后觉得，第一，生活中好人还是多；第二，需要好人法。对，需要啊，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当中来，我们刚才已经做出了判断，盖好我们的 offer 章。那这个章到底盖的对不对？这盏灯到底能不能亮？最后一段 VCR 为我们揭晓，一起来看吧。我方刚才质疑您方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案例。那请问，如果说真的是像按照您方说的这样，已经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一位先生在好心救助别人，最后却被判监坐了3个月，甚至还要罚金的情况呢？
看怎样回应。为什么还会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首先，我希望先明确一下，我们究竟是要把好人法设立在刑法责任下，还是民法责任下，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转移战场。如果说您方提出的合理性的分析，我理解是在民事责任下，即使您方设立了好人法，也并不能帮到案件中的李先生，因为他承担的是刑事责任。漂亮，是个点。如果您方想要设立在刑事责任下，那请问您方认为他是即使在有犯罪意愿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得到豁免吗？如果不能的话，这个犯罪意愿本身就非常的难去证明。其次，您方前面也提到了，说觉得判例法很灵活，如果立一个清晰的法可以让民众更有信心，那您方去立一个法，是否会存在一刀切的弊端？是否会成为别的推动莽夫行善行为的推手呢？我们认为我们讨论的这个好人法，它一定是同时涉及到了民事，也一定是同时涉及到了刑事。比如说紧急避法这个情况，它在民事上也有，在刑事上也有。为什么我们要特意的把紧急避法作为一个？有点紧张了。对不起，紧急避险作为一个责任的一个阻却的事由。那就是因为可能社会出现了这样足够的危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更用成文法的立法的形式来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内核的这种规范的补充，而不是边缘的一个相对零散的一个就是修补。首先我觉得对方还是没有非常清晰的回答我们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太听清楚您方究竟想要立的这个法，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法。你们想要设立一个法律的话，你得非常清晰的去设立它的程度，究竟这个程度是限定在合理范围内，还是只要出于善意行为，您都可以在好人法下去得到豁免。确实没有讲那么细。他的反应真的非常快，准备方面做的是很充分。对。在李先生的这个案子当中，他其实已经承担了这样的刑事责任。我们是认为故意跟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构成侵权，乃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我们都认为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属于一种例外情形。但在我方的这个立场下，我们觉得李先生让他来承担这样的刑罚是一个不妥当的做法，因为我们检索到内地有案例，是一个乡村的医生，他去医治别人的过程当中，他按断了别人的12根肋骨，但是他的出发点其实是想要拯救别人的生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不会认为说他是一种侵权行为，反而是判他无罪的。那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对方辩友，我们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难道是不立法的理由吗？好清晰，这是现在不立法的理由。您所提到的是医生去救助，那我们先把这2点要分得非常清楚，因为好人法并不包含医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他们本身就有行为准则，他们不需要在有好人法的前提下，他们本身就是优先会考虑道德上的义务。所以我觉得对方首先要分清楚的一点是，究竟您是限定在医务工作者，还是所有人，或者是仅是有急救知识但是并没有医疗技能的这一部分人中，他的责任和界定都是完全不同的。并且我方从来没有说过并不想要保护被救助人，或者永远不设立好人法。那我方也赞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内去设立好人法。退了一步了，为什么？只是在现在的当下，我们并不认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是民事还是刑事这样子的一个明文规定的法条，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在香港还是先适用这个判例法，因为我们的法情和这个内地是并不一致的。谢谢。他画了一个安全空间，万一非得立，也是未来立。他这样做挺聪明的哦，是聪明的，但是也有风险。如果对方很精，就会追问说：“你是不是觉得未来该立呢？那未来什么时候该立呢？你说说看，未来的该立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反攻为首了。就自己挖坑了。对，有一点。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不反对立法，但是现在不是时候。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一些危险的立场，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香港应不应该为好人法立法？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好像是同意立法。
如果双方听得清楚他们这个论点的话，其实有可能打败他们。对。我们并不认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是民事还是刑事这样子的一个明文规定的法条，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在香港还是先适用这个来说一下。罗老师抓到了。任何和内地是并不一致的，谢谢。其实，在 TOTO 中，医务工作者的一个标准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医务工作者按断别人12根肋骨尚且无罪，那我认为普通人按断4根肋骨为什么要坐监3个月呢？您方刚刚说的，这样我们只要注意到必要的 duty or care 就可以避免这样一个责任的承担，其实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实践中，我们想达成这样的 defense 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对方举证了你在救助过程中有稍微越界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其实是要承担责任的。就绕开了，没抓住。您觉得还没有给到救助者一个足够的保障，而要去进行一个明显的立法的话，那您是否有考虑到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之间的这个权利失衡呢？如果你去额外立法，那么他们享有的救助行为自由就远远超出了这个受助者他的利益救济，所以会造成双方的一个权益不均衡。损益比也是他们一直在打的点。对。好的，我分批量来回复一下您的这个观点。首先就是您刚才说香港的立法以及判例已经有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分2个层次回答。第一个层次是我们认为是不能够解决的，不管是从现在英美法上它的无因管理制度的一个欠缺，还是从紧急避险它的要件相对于我们的紧急救助行为更加的严苛。那在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保护是不充分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是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普通法的国家，那他们在很尊重判例法的同时，也非常的重视立法。就是这个可以举出大量的美国的各个州，他们甚至分为积极的这个好人法和一个消极的好人法，甚至像大陆法系的，在刑法上给一个见微不救这样的罪，给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和义务责任。第二观点回复，您刚才有提到一个法益衡量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个范围狭窄了，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救助者的责任和被救助者的责任，而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受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救助的一个公共利益。关于刚刚您方3辩提出的这个其他国家立法的情况，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立法从来不是我们一定要立法的一个理由，因为在立法的情况下面，我们要考虑诸多的因素。然后您方一直也没有回答要设立什么样的好人法。我方到底要把什么样的行为纳入到我们的讨论范围？我方会对我们的自愿紧急救助行为有4个要点来去讨论。终于想到怎么立了。4要素嘛，早该发言了，罗老师。首先，我们的自愿是认为救助人是不负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的。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紧急的要件，它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一个一般人的标准，并且它的主观上必须是要以帮助援助他人或者摆脱危难困境为目的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些限定条件下，我希望我们可以之后在这个层次来进行一个讨论。关于您说的这个紧急救济的实施条件，应该有个客观的标准，以及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判断。但是这些客观的标准和判断，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侵权体系下和刑法体系下去判断这个被告人他是否应当负责的一个客观的标准。这2个标准既然已经是完全重合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新的立法来对这个进行保障呢？恰恰相反，如果说这个判例法已经足够完善，目前香港的侵权法已经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本案当中的李先生他就不会遭受牢狱之灾。为什么？我们内地的甚至是一个医生，他去为别人做救助行为，他要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免除了他责任的承担，那我们认为其实是对普通民众的一种鼓励，这样的义举是应当被保护的。所以我们认为在立法的执行过程当中，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弊端并不足以抵消它立法本身带来的利好。在我们去立这个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它对于国人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呼唤，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这样的判例并不能起到这样的帮助，那这一方的利好，您方怎么看？漂亮，扳回来了，再打利弊。首先，我们想要跟你们确定的是，我们不支持立法，不代表不立法就不能去做好人好事。对。然后您方也说了，内地的医生，他作为医生的情况下，他都有可能操作失误，那你凭什么觉得可以每个人都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我们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去倡导，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立法，立法达到的效果，我们的判例法、我们的教育都已经可以达到了。然后您方一直在回避我方的问题，我方所提出的弊端你们都没有解决。然后你们今天也一直在空中楼阁，没有提出你们自己的真正的立法的需求，你们一直在提其他的法律。那其他的法律是不是已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提？紫薇真不错，紫薇今天真是不一样。张英紫薇她的表现也令我有一点惊讶。对，他只抛了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对，就用了他采访的技术首先我回应一下，我觉得我方刚才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我们是在自愿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设定下，然后排除它的重大过失和故意，所以我们不是在空中楼阁的讲。其次，我们想要鼓励更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确定性，来实现他想帮人的善心以及他的一个理性。那您方如何确定越来越多的人去帮其他人，就一定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请您方解释一下。首先回应刚才对方异辩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理论中也提到了，就美国在2018年，他对用药过量定了一个好人法，他说如果看到用药过量的人，你去救助的话，其实不用承担太多责任的。而这个好人法颁布2年之后，其实用药过量的死亡比率是下降7%，我没看到这个利好，这是您方没有看到的。您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在立法的前后，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首先，您方是否能确定立法就是这个关键因素导致了数据的下降？是否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或者是人身体健康、医疗整体的一个提升呢？这具体立法前的每一年的数据，您方是否有掌握呢？漂亮，统计学反驳。是的。对方一直在反复强调，您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去鼓励大家做一些行为，而并非说立法是有必要性的。那我们想说，首先，鼓励行为本身的根本的方式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教育，而非去立法。立法更多应该在意的是责任与义务。您方提出的利好，其实都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如果仅限是鼓励这个观点，那是不是恰巧说明了您认为立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暂时目前的这个标准，您方自己也觉得是不自信的，反而只是为了鼓励，其实判例法已经很好的可以解决这个必要性呢？我来从你们的立论稿来回应，你们认为不具备一个立法的必要性，司法实践已经可以回应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讨论到现在。都还没有，尤其是您是提出这一方，您需要给我一个，比如说司法案例，它是什么样的？在香港这样的司法案例保护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救助人，对不对？哎，又给抓住了，哇！这个是他们的弱点，对，就是没找着。这时候怎么办？您方一直在 cue 我们的，希望我们给出一个案例。您方是否能给出一个能够激起民愤，在香港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了不合理的裁判的一个案例情况呢？现在我们没有援引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因为在判例法下，本身这个法它就是通过事实情况derive 出来的一些要素，而非完全事实相同情况下才能被称为先例的情况。您方说可以给您方一个例子，我们其实觉得这里的这个李先生，如果香港已经有这样的法律，那他就不会蒙受这个牢狱之灾。我们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好人法案，其实会让李先生去脱困，去避免掉这种纠纷的发生。我们这些法律人需要有一个规则的指引，去告诉这些香港民众，这么做你是对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洛心，站起来，不要纠结案例。首先呢，如果您方的这个好人法按照您方说的这个标准，它不允许重大的疏忽以及一些重大的过失，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伤害的情况下面，您方的这个好人法也无法对李先生的这个案件进行一个责任免除呀。民事刑事，他还没有回答。然后，如果您方的好人法能够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豁免的话，那在这个案件，我们给定的事实是李先生他的主观就是善意，但是在现实情况下面，我们无从去推断，让对方去断裂了4根肋骨的情况下面，他到底是一个善意还是不是善意，这个是多数的情况下面我们无法进行判断。实操还是打操作性。我方从来是不认可说，就是像您方举的一些极端个例。认为他是假借也好，或者说是冒失也好，对李先生的主观，我们是认为说他其实是善意的。
我方的主张一直认为说，我们应当有一个但书条款来保证人们在行事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他应有的一种谨慎跟注意。最后3次的发言。首先，您在立法的时候，您一定觉得您立的这个法就比现在的判例法更宽泛吗？在您设定了如此多的限定条件之下，有可能更大程度的限制了您想要保护的人呢？有更多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这个法律下被判有罪呢？哦，队长开心了。其次，我们想说到的是，第一，我们刨除了医疗工作者；第二，我们又刨除了本身就是觉得担心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好的后果的这些人，仅限这一部分担心担责的这一部分人。其实这部分人本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您的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法律不应该是行为指引或者道德准则，或是道德教育，法律是义务和责任的一种规范，法典也不是道德典。其实我们达成了共识，就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因为好人法去更有动力去做这种自陷风险的事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为这样理性考虑，并且做了高于社会的一般道德义务，所以我们要给予他保护。然后紧接着您刚才提到的法益衡量的问题，它不仅仅是2个人之间的利益的一个平衡，不仅仅是民法上的一个公平，它更多的是涉及到社会的一个刑法上的更高层阶的一个正义问题。我们还是想要回到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对于责任的认定。根据您方对于这个好人法的表述，本身就是我们刑法和侵权法中已有的规定。那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这些已有规定的宣传教育，去让公众认识到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合理的救助行为承担任何的责任。另外就是关于您提到的更大层面的一个刑法上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个正义它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正义。我们在法律上面并不会要求人去实施任何的这种救助。如果说您想把这个归结到救助人的这个法益的保护，那依然还是归结到了双方的这个法益的平衡。再重申一次。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发言，一锤定音。我们现在先请反方的代表做一个5分钟的总结陈词。加油啊，撑住啊！可以的，5分钟，撑住。我其实是比较担心他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现在这个辩护。替他搭进来，可不可以结束这个辩论呢？可以开始。各位评审、主席、有方同学，大家好。我们其实今天双方一直在争论法律和道德义务的矛盾点，社会的理智Oh my god， 可以的。治理其实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命题，每一个热点新闻都可能撩拨大众的神经，而为立法者呼吁。香港作为普通系的体系，我们更注重是一个 case by case 的 basis 去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与其我们去制定一些过于宽或者过于窄的一些一刀切的法律，不如依靠每个案例里面的一些 arbiter 去通过对案情的一些细节做出更针对性的判决。纵观全场呢，我们双方其实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会要想去保障一个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一个权益，但是正方同学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一个权利的一个失衡。那首先呢，正方对于一个好人法的一个法律界限模糊，到底好人法里面的豁免责任到底是刑事层面还是民事侵权层面呢？其次，正方对于一个救助者的界限模糊，到底好人法是规管普通生命救助者还是专业知识的救助者呢？正方由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好人法的立法范围，你们所谓的立法的一些道德层面的利处，全都是纸上谈兵。很犀利哎。回归我方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根据香港的现况，我们方不提倡好人法立法，因为没有立法的必然性，还有实际上施行是弊大于利。只是在一个救助者好心办坏事的前提下，盲目因为群众的呼声而立法，有可能会成为更多恶意疏忽的人的保护伞。那我方认为，您方的逻辑和初衷只是见树木不见深篱，仅仅看见了一些可能性带来的利处，而完全忽略的一些实际上的弊处。您方的利处呢，其实只是一个饼，而我方呢所提出的一个弊处是实际存在的。
归根究底，我们界定好人法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的情绪的因素，我们是理性的人，我们要充分考虑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弊处。而且从立法的保护效益来看呢，未必一定能带来一个好结果的。我想再重申一点，就是今天的辩题是围绕香港应否为好人法立法，而香港的现况就是市民对于心脏一个急救的认知，还有施救者的急救水平的一个教育并不高并不普及。因此我方认为呢，法律不是一个泄愤的一个工具，而我们应该考虑法律的亮点。因此我方反对今天的辩题。谢谢各位。很稳定的输出，战胜了对方，更战胜了自己。他结案的时候其实结得不错，应该达到他应有的水平吧。OK， 张方代表。力挽狂澜啊，文翰。好的，那3位大律师还有各位辩手，下午好。那首先针对对方刚才给我们泼了很多脏水，那我会从3个方面进行回应。首先，第一个方面，其实今天我们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立法本身这件事，它跟这个判例它是并行不悖的。既然是并行不悖的，那他们判例的好处，我们在立法了之后同样享有。好，第二个问题，香港的特色恰恰是它的人口密度比较高，民众的这个医疗意识比较强的。如果你能给他很好的教育跟引导，是能够达成这么一个社会目的的最大化。第3个点是，对方一直在质疑我们是不是把这样一个法律救助行为从一个道德层面上升到一个法律层面，但是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对行为人对他一个脱罪的一个保护，而不是对他行为人刻意过高的要求。那我们再回到您方认为说这个立法的必要性是不足的，那我方其实一直是在从法律的定分指针跟社会的教化2个方面来解答您方的疑问。法者是天下的准绳，法定而后人安。通过我们好人法的制定跟颁行，那社会民众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稳定预期，并基于这样的稳定预期去帮助到别人。同时，法官在裁判的过程当中也能有所依凭，会让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他理解好人，并且最终成为好人。那再退一步讲，确实好人法的这样一个立法会让可能没有那么多知识的人他会盲目出手，而这样的盲目出手行为会不会给行为人造成一些损害？我方其实是认可这一点。但其实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街头的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中之重。我觉得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立法保障措施，再去保障这个立法它更好的去进行，也很棒哎。回到最后，我其实特别想把我自己的一句人生格言分享给各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4位对于好人法的立法的种种提倡，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目前的社会其实是会有这个信任危机跟自顾不暇，很难奢求别人为我们撑一把伞、点一盏灯。但是我多么希望会有一只坚定的手，有一张温暖的网，能够托起缓缓坠落的有一些人，因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谢谢。现场鼓掌了，现场鼓掌了，那是什么？帅，不得不说，闷大家。文翰今天真的不一样了，帅啊！最后这一趴，他完成了他自己立论的夯实。我很高兴看到王文翰，有发光，他有一个论点，我觉得很有力。他了解到香港这个法律体系，成文法和案例法，他们是并行不悖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种情节之下，这个论点是无懈可击的。好了，谢谢各位同学，各位都做得非常好啊！我们现在做一些讨论，好吗？首先，我想问一下反方有没有找到一些案例？其实我们没有找到非常贴合的案例，但是我们就是试图去把 case law 的整一个范围扩得更大。也许它不是完全一样的案情，但是它只要有要素的那几个点是吻合上的，它就可以作为类似的案例来作为先例去分析。但是我们说实话，确实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案情的案子。那案例的话，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张方了。其实还真的挺多的，但是为什么在辩论期间就没有提？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想宣扬的这个立法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只是有专业资格的人士？对，范伟。
其实中间的时候就是可能我说的太快了，它是有4个要件的，我们想保护的人群，它才会免责。就是首先它是要自愿救助的，第2点是它必须是满足紧急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第3个就是它得实行的是一个救助行为，而且它主观上我们认为也是必须要以帮助援助他人为目的的。但是根据这4个要点也是没有讲得很清楚。OK， 如果这样的话，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先回你们的工会。谢谢，谢谢各位律师。这样看完，陈明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洛辛组还是有优势，虽然最后结辩已经真的差一点力挽狂澜了，差一点。谢谢各位大律师。谢谢。哦，不好意思。我们要去那边聊一下吗？可以啊，好啊。我为什么感觉对方一直在曲解我们？我真的很痛苦，他们真的一直在曲解我们。其实，所以你没发现我都没有按照我自己准备的来，因为我觉得太多没讲明白的事儿，我都在澄清。太强了，你们，我真的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们真的就是案例找不到，就很。为什么我们老是看着笑？对啊，好尴尬。我觉得我说实话，你说的很好，你的维度太高了，然后我们比较无赖。你们论的那个点其实就很能打，就我们很无赖，因为你很难讲立法。你的格局很高，你像那种教授，你知道吧？主要是他们太高了，价值。哎呀，罗教授，已经罗教授了，已经从小罗到罗教授，12小时。你的那个结辩很有气势，很有气势。你说的我们都有点就是委屈住了，说我们赞同你们，我们不赞同。你可以看看我的稿子，我就没有按稿子写，因为太不一样了。我们就这样子被你被赞同了。我有个感受就是，其实这个辩题对于那个反方来说是比较困难。是，我觉得很有难度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好。我是觉得我是支持正方的，他们所说的这些弊端已经不会存在了，他会解决的。正方的话也不是做得不好，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会高一些，就是不会出现的情形。但是正方没有正面的回应，甚至他最后总结的时候也没有1、2、3、4说清楚。他们也没有讲清楚，他们其实我觉得反方做得不够好。这个地方绝对是加分项。我的意见的就是，希望今天可以休息一下。明天还是星期天？我打完了，直接都不想想了。来吃可以打，恢复一下状态吧。这是什么味？草莓的。你作为一个，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他想救得不到救，我们就觉得说，而且你救也不一定救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我最后我一直在跟你们讲。那你怎么能确保别的情况下的他就不会伪造成他在救人呢？而且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被救助者，他其实不那么想被救助？推定同意嘛？对，同样的，他们现在还在辩论。那边是学术组。这就是对法律真相探索的致哀。如果这个晕倒的人，他确实因为救助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他醒来之后，觉得相较于想要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反应真的都很强。对，反应很快，他们很强。这个能力不知道怎么能够培养出来，我是反应不过。再讲10分钟，我们都说不出来了。对，我们已经把所有我们讲的全讲完了。我相信你们是应该让你们讲，你们还可以讲。对，你们还可以讲。老师，结果出来了吗？会有的。我以为是来公布的。我们要不来进行一次会谈，讨论一下今天晚饭餐厅选择的重要议题。他跟你真的挺像的。怎么还不发？
爸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班了？他们还在讨论结果。要那么难吗？好像讨论了很久。搞大类另还有讲，其实骆同学的话，他的论点也是非常好。罗同学呢，其实也说了很多回应。张子薇她的表现也令我有一点惊讶，但是向同学呢，还 OK， 就是有一点紧张，我觉得。王文翰，有发光。陈可儿同学，我觉得他的反应真的非常快。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危险的立场。现在格外的冷，不知道是冷还是心寒。陈同学开案之后呢，一直都没好说话了。至于同学，他今天可能真的因为健康的问题影响了他的表现，在自由辩论的时候完全没有参与。他们在讨论这个最佳了。紫薇今天很棒哦，自然发挥。对，我觉得文翰也可以，有发光。骆同学，陈可是很 OK 的。我希望这个邮件里面，志远的 KPI 是35%。好了，各位同学可以查收邮件了。你们收到了吗？还没呢。我也没有。你们来。哦，来了。天哪！这怎么每个人的表情？反方。不行。谢谢你们，我真没有贡献。恭喜，你们真的打得挺好。恭喜！哦，祝贺！反方，获胜队伍第一排是紫薇，4个字，字也太小了，我快贴上去了。是紫薇和婉婷。写的第一行写的反方，对，写的一遍是4个字，我看到紫薇的那个位置。对。哎，失落了。哦。其实我自己定这题的时候，我心目中是觉得正方其实需要搞清楚这个法律条文应该怎样草拟。对，他起码要出来一个大概的一个 proposal， 才可以有的讲。然后他们的论点呢也是太空泛了，我觉得经方面。还有一个正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条文是刑事还是民事这方面没有大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议题方面，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支持正方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整个的表现能力的话，我觉得反方同学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会更加好。对，我同意。我觉得整体而言，反方是我的选择，因为对我来说，他们完全说出所有反对好人法立法的论点。首先，我希望先明确一下，我们究竟是要把好人法设立在刑法责任下，还是民法责任下？民方辩友，首先你们是决定今天的辩题就直接确定在是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到底就不就住这个范围内吗？在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已经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我们为什么不对大众对已有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个教育呢？而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去推广这个新的法律的教育呢？我们是理性的人，我们要充分考虑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弊处。他们有理据支持，然后条理也很清楚、很清晰，逻辑性很强，反应很快。当那边抛出来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答到。对。骆同学呢，他的论点就是很正宗、非常厉害的。广东话是总 point， 好总 point。所以我一盘一打一个大的星星，还有2个题。后来呢，可能他们准备的东西已经讲完之后呢，都是陈同学回应的。
洛欣同学，我觉得他做民事诉讼应该是很有优势，但是陈可儿可以做刑事。对，他反应快。对。首先，我觉得对方还是没有非常清晰地回答我们的几个问题。您方是否能确定立法就是这个关键因素导致了数据的下降？在您设定了如此多的限定条件之下，有可能更大程度地限制了您想要保护的人呢？有更多。陈可儿同学最高分，他的反应真的非常快。我想他可能是几方面的，一方面他准备肯定是研究方面就做得很充分，还有一个他在临开始之前，我看到他自己拿着电脑在外面在温习，在演习，非常拼。就是他准备方面做的是很充分。对。还有就是他个人的能力。对。你们两位也知道，其实我是支持立法的。当然，我也支持立这个好人法，甚至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 duty to rescue。你不如就这个 duty to rescue 跟陈可儿同学辩论一下。所以我说，我想法庭，我不想对上他。OK。哇，好高的评语！哇，你看看，导师都觉得我是个威胁。好想哭呀！多亏了你。你给了我超级多论点，说实话，你表现的真的很好，你达到了。但是你给了我好几个点，就是我讲的时候，你还给我递那个是应该的。最好的搭档就是彼此成就的，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没有让，就是本来就是我觉得你答的也更有气势一些。如果是我答的话，可能这是你的团队意识，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大家不要在这里商业互吹了。是商业互吹，我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恭喜，谢谢。这一句恭喜，哎呀，很复杂。对啊，对方一下子一言难尽，获胜加最佳。下次再加油，加油。下个课题我要很紧张了，感觉下一个如果再没拿到 KPI 就要准备就铺盖走人。他是0哈，他们好几个都是0%。文翰表现得很好这一场。你说第一天他低落，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尽快融入到那个英文环境中。而且今天他其实表现是 OK 的，他今天做到了。对，他个人表现是 OK 的，独木难支。野涵打得也好，对他准备得很充分，但他们后面要解释的东西太多。对。你们也打得很好。没有，我的问题我没有安排好。没有，你们真的打得很好。我一直以为我们会说，其实。我感觉我很对不起你们，这个论我没有给它吃透，我没有推好，咋办呀，钟宇？没事啊，我感觉我愧对你们。没有，已经过去了。但因为这个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好对不起你们。没有，这就是大家一起的一个成果。才刚刚开始嘛，我觉得后面可能会有30、40 KPI 的一些课题，很快能赶上来。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大家会更努力，都有为可知。唉。嗨，罗一涵。嗨，请坐。哎呀，我其实对这个结果还不太惊讶。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对方的配合打得挺好的。而且他们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对，而且我觉得一个硬伤就是在你们倡导立法的时候，没有具体或者很明确的说出来你倡导的这个立法
是一个什么雏形。这样。起码就是要讲清楚适用的对象、适用的范围，然后你这个字眼是一个实的还是虚的，一个绝对的责任还是一个可能性。就这些方面，我觉得你在没有说清楚的时候，很难去跟对方辩论。我觉得咱得立住我们的好人法的要件有哪些，要求具体到什么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们去画一个范围。哦，我天哪！自由辩论逻辑链条就不能拉得太长。反正那就这样子呗，就是还是我现在写的那个部分。我的一辩稿遗憾有说到要改一些的，只是另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要是我们现在就确定这个思路的话，也可以。有点来不及了。来得及，坚定一点。那就看一下，然后如果他们是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可以再调整。你看，他就应该坚持泼冷水。太遗憾了。就是可能，我感觉这个也是我的问题。我相信你自己是清晰的，你自己准备的时候知道是非常清晰，但是你要很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样你的听众才能掌握你在说什么。谢谢安妮，继续努力。好的，好的，谢谢。不好意思，罗老师。要求是哦，对，人家知道。志远，哎，他会先自省哎。终于给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不好意思，罗老师。要求。不用难过，没事没事，我零 KPI 我都还可以。没把你们带好，没把你们带赢。哎，其实一涵的思路是对的，就是他会先讨论整个定义它是什么样的标准范围。哦，是的，是的，这个好像是很重要。咱们可能太注重就是对需求的一个解读了。我也应该更早的提出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没有辩论经验，而且我本来不属于那种特别喜欢跟人争论的人。看出来了，不强势。但你今天自由辩就会很好很好，反应很快。对，比我强多了。没有，下次再接再厉，真的。他们就已经建立了初步的队友情。哎，对，一种真挚的战友之情，互相的认可，对，革命友谊，真棒。维尼有冇時間？講下佢。OK， 好。稍為咁坐低先。好。點啊？冇，都還好。係嘛？身體點啊？可能一直都係呢幾個月唔夠瞓咁樣咯，同埋我上個月中咗第4次 COVID 同埋 flu 啦。其實這蠻大壓力的，對所有人都很大壓力。但是首先要養好自己的身體。好的，知道。就是我就是對你非常有信心。OK。但害怕令你失望。Hello， 各位大律师好，这是我准备的个人履历，有中文和英文版各一份。这个是中文，谢谢。这位同学很眼熟啊。对吧？你之前是我的学生。对，2年前的时候跟过您实习。这个缘分呢？那你怎样评价关大律师？我觉得关大律师是一个风度翩翩，然后很照顾学生的人，脾气也很好，很耐心的教我们。因为当时有其他学生一起跟嘛，然后可能我当时也是比较小的年纪，可能只有大2的暑假跟，然后我有一些不懂的一些问题，一些程序上还有没有学的科目去问，然后关大律师就是很耐心的解答我的问题，这样子。
你之前跟我的时候，你是很快很发移转的嘛。所以课题1我是想你会拿第1的。真的吗？其实你写的相当好的，你 transcript 最好。但是就会觉得就一直不敢交。我觉得我最大的弊处是不信任我自己。想交，我只是一些理论，我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案子来 support。跟我当初2年前跟您实习就很不同，不知道当时就可以很快很准找出来，找了1次就可能中了，或者是不害怕交，但是现在不知道，就是越来越质疑自己。心态，有一些。好，各位同学，我想告诉大家，刚才向同学的功课已经通过了，所以向同学，你可以先走。各位同学关于洛欣同学的报告，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是通过的。再加上我学历是最低的，这个年纪最小。是吗？然后害怕说错话。我们不会像在变相支持他们的论点。它不是个 ordinance 吧？但是这个 act 简介写的是 Act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英国我记得是没有好人法，我看到的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要怎么去说。只要你这样做了，你就不会有责任。那大家其实也不会有这种不愿意去做的地方。那为什么不立法？为什么要立法呢？但想太多吧，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假如我们参与这个 offer， 就放松一点。今天这个 closing 这个结案我们都觉得你做得很好。真的吗？这跟我很像，我都不相信别人夸我，所以我老自嘲为主。但是别人真的夸我，我都从来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是这个总是觉得这是真的嘛。所以我希望尽量放松一点，那你千万不要给自己压力。然后我觉得你想这个 offer， 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个很好的經歷啊。對，一定。對。好，放你走，係咪先？謝你。休息下。你都休息下。係啊。辛苦晒你哋。比較辛苦啦。你哋仲有好多其他啲嘢要做。係。好，休息。好 ，thank you。哇，好好看！是的，很漂亮。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来拍一张自拍。好呀，来吧，我们来拍一张，以这个夕阳为背景吧。来，怎么都踮脚 ？OK， 我也点。我。有没有个男生来做这个脸大的人？拒绝这个位置，笑死。哇，哎呦！留下这一刻。果然是直男拍照，他根本不会管你有没有站到位，他就是 OK 拿到手开始拍就好。不错哎，不错，谢谢。我们一起走吧，走吧。你俩今天怎么穿的是情侣装呢？配色比较接近，可能。你们今天还是空少组合。吃饭。是这家吗？哎，环境好好啊！干杯！干杯！短期胜利。辛苦，一起加油！答辩论的时候，我们预判的你们的点跟你们真正打的点不太一样。你们打比我们想的多，而且其实你说的很多点真的没有听懂。他讲了一些学术上面的点，所以如果你要反驳他，你得有一些学术上面的分析。我一下子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清华跟北大是 CP 了，一个北大的说话，清华就懂了。相爱相杀了。我们恢复一下，下课就继续冲！好。大家熟络了，挺好，氛围。可以。Yes， 就是要这样了。为什么我们每一季，包括律师季啊，就会有一个辩论赛的安排？我看到这里，我突然有点感悟。
8个实习生来自天南海北，像8个原子一样，把他们要捏合在一起，要凝聚在一起，需要一个仪式感的时刻。没有什么比辩论更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战争。他们是真正以理念、以语言为武器对弈，而这个过程对身边的队友无条件信赖。那一战过了之后，吃饭的那一瞬间，你感觉到就不是8个人了，而是一支队伍。对，而且会迅速的了解对方性格，对，是吧？在这个就是挤压面前，就是马上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人。是的，价值观的底色彼此都看见了。我觉得这个设置真的是蛮巧妙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季的时候，真的很多观众喜欢这个环节？就这个就是团魂开始燃烧的那一刻。他能够看到这个结果，心里什么感受？就是他只是整体来讲，反方赢，我觉得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值得拿出来表扬的地方。是，最后那个邮件在那儿，每个人心都揪着，这说明他们很平。如果打的就是落差很大，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疑惑了。这很接近，很接近，因为最后4辩真的有翻盘的迹象。对，就是他最后那个4辩让那个确定变得不确定了吧？曼姐呢？看完这一段，我觉得输赢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输了会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下一次就没有那么轻佻啊、自信啊什么的。是的，3个男孩更稳重。然后罗老师，我觉得也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我觉得经过这一次，他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再退一步和进一步面前，他会发生了哈。对，他的选择不一样，他会努力去争取一下，他会继续捍卫一下自己的观点。罗老师厉害啊！罗老师的粉丝叫螺蛳粉啊。群名没想出来，人家粉丝群名先想出来了。I'm sorry。然后我真的特别替我们仲瑜那个。该为仲瑜说2句。你的最爱，我真的喜欢他，就是反正他没有特别怪自己嘛，就是这一点上其实也是我一直很那个矛盾的一个点。比如说我当然看见努力的人跟勤奋，还有那种特别或者说卷的人，会觉得他特别有斗志。但是像仲瑜这种呢，他又特别能劝自个儿的人呢，你就感觉这个是对自个儿的一种放松嘛。所以这个点上其实一直来说是一个很难平衡的感觉。相对于其他人，他太容易放过自己，他那个宽度太不应该这么松对自己。可是你像婉婷，别人只要夸了他就说真的吗？啊，是这样的吗？对，有点极端。仲瑜跟婉婷应该做朋友，互相影响一下啊？会吵架吧？其实我的思维就是婉婷，但是我的作为是仲瑜。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此割裂，就是因为我就是感觉过分在乎别人的期待。大老师生活中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吗？我觉得所有的成长来自于内耗，就是说他想往上成长的话，不需要社会欺负你，同事欺负你，你要自个儿欺负你自己，你要给自己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样子。特别同意。那你是怎么在那么强的自我要求跟那种外表上的躺平合到一起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觉得我的所有的追求的快乐来自于我不追求快乐，我就变得很快乐。说起来就非常可悲，他会很心酸啊。但是我以前都不敢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有时候录像的时候，我会有嫉妒心哦。就是有的人太红了，你这红到就是你在这光着都没人看你，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只要但凡只是抬个腿呀，就是你觉得哇塞，他到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不重要，重要是在于，因为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在于我感觉我的所有努力对于别人来说都是白费的。每回下台的时候，我都会抱抱我自己，拍拍我肩膀，跟我说：“其实我很好的，我不用在乎这些，我爱我自己。”就是主动做这种疗愈自己的方式，疗愈自己，然后让自己的这些，哎呦喂！你很好。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很好。太好了。大老师内心才是极致敏感、极度内耗，所以你用一种外表上的遮蔽。来做了一个防御，就是大老师每次说很多梗，我感觉都是那种只有你心思细腻的人，你才会关注到这些点。对呀，别，我就是瞎说，对吧？其实刚才那个大老师说他是仲瑜和婉婷的一个结合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是很能够理解，但刚才大老师这么多的这些分享之后的话，我慢慢开始能够有这种共情。
他在努力用仲瑜的风格治愈他心中那个婉婷。是的，是的，没错，就是陈明老师所说的。解决内耗，有一位我很羡慕，就是曼姐。曼姐的身体里感受不到那种拧的劲，或者她就会非常松弛自然。对，曼姐平时生活中会有内耗吗？会有内耗。其实什么叫内耗？漂亮，你看看什么叫内耗都不知道，这才不会内耗。我举例说明一点，比如说你有一场戏没演好，但大家都觉得 OK 好棒哦，但你就过不去。我会想一下喽，想一下就好喽。大智慧。没有，因为我还有明天的工作。这句话太对了，还有明天呢，您不是只活在今天而已。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的，那当然过了一阵子，你觉得哇，我搞得自己那么累干嘛呢？老顾虑以前的事、今天的事，那明天、后天、将来的事，我哪有时间去思考了？我没有时间了。我太喜欢你讲的，他说了一个词叫投入，就是他投入在这个事情里面，他哪顾得上就是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我的情绪该怎么处理。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我还有明天的工作呀。哎呀，没想到最后这一趴能聊这么深啊！可能跟我们录到深夜有关系，但是极其难得的看到大老师深处的内心，我觉得还是很感动的。谢谢。听完大老师的这个分享，我忽然有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可以叫做齐抱团。齐就是大家一起，然后来互相抱，然后给大家一个支持，然后齐又有7个人，我们今天的谐音。很温暖，这个群名很温暖。在没有一个新的更好替代之前，我们先用了，然后后面随时来了随时换。对，这可能是我们一季的使命了。可以，棒棒的啊！我们终于扳回一城，印证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听汉良哥的没错。哎呀，对不对？刚才汉良哥给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猜测。没有，大家应该都这么想，因为按照那个剧情的发展。那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灯，我们要点亮本季的第一个自在值。好，哪位？那大老师都站起来了。没有，我只是腰疼。I'm sorry， 对不起，我又错了。就去吧，我们第一次还是一起，好不好？不要，你赶紧去，然后你点完了，你抱抱自己，你说我真棒。我真不错，哎，您说真不错，这孩子。那我们一起倒数3、2、1哦，来，3、2、1。齐抱团，抱抱你自己，你自己最可爱。抱抱，这像什么奇怪的组织？温暖的组织啊！对，我们给自个儿长翅膀啊！今天真是一个温暖的夜晚。首先呢，在本次法律议题的辩论考核当中，要恭喜我们的反方洛星队，我们的紫薇、洛星、可儿还有婉婷4位同学胜出，各获得10个点的 KPI， 也要恭喜陈可儿同学获得最佳辩手，得到额外的10%的 KPI 的奖励。但是呢，还是有3位，我们在这里要格外提醒大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就是罗怡涵、王文翰和陈仲瑜，因为他们3位截止到本环节结束依然是0分的成绩，所以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课题当中，他们奋起直追，后发先至。其实课题2的法律议题辩论，香港究竟要不要为好人立法的这个话题呢，在香港本地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探讨。我们内地的法律上有我们的选择。立法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文化背景，涉及到所有的现实因素，涉及到之后的损益比的考量。我觉得今天场上的8位给我们呈现出了一套思维方式，是让我们获益最深的。到底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下，但是最后我们同样还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好人能获得一个温暖的抱抱，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法律上的判决。道德法律最后给我们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好人勇敢地去做好人，给予那些温暖的抱抱，伸出手去，这是我们希望走入的温暖的社会。是的，感谢这一期的分享，感谢8位给我们呈现的精彩，尤其要感谢大老师最后的推进。没有，谢谢。从今天起，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大老师，开心的时刻。也希望接下来我们下一期，无论是我们的课题，还是我们的8位实习生，都可以渐入佳境，再创新高。下期见。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拜拜。
也从这一期开始，踢馆选手就可能从天而降。我来了，我来了！天哪，踢馆，又来一个呀 ？What？ 居然有2个，不止一个。来2个走2个吗？要 I'm currently a student at LSE, penultimate year student. 看起来你年纪很小的样子。我是2004年的，所以现在20岁。I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exam and I was called to the bar of England and Wales at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Middle Temple. 我妈呀！好了，大律师的执照。请2位踢馆实习生一起加入今天的考核。只要他们成功的拿到这个课题的 KPI， 他们就是踢馆成功了。我们会有4个案件，你们呢将会分成4个小组，在这个课题里面表现最好的同学，只有他获得 KPI。办法也很擅长。洛沁生生被推到了2。就很抽象。他在纠结，他在纠结。哎呀，文翰现在内心压力超大，就拼一把吧。沈大律师，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第4位代教律师？他应该是今天下午回来。2位同学，你们的代理律师已经回来了。这发型好熟悉哦。总觉得上面是 Kimberly 的脸。新律师来了，到现在没露脸。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杯波爭錯這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他？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杯波爭錯這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窗竹的大力支持。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